2024年古装待播剧盘点第一弹，盘点6部电视剧都是归类于大男主剧的，类别里包括了杀青了何在拍的，他们分别是《庆余年2》、《凡人修仙传》、《五更记》、《英雄志》、《大凤打更人》、《水龙吟》。《庆余年2》改编自作者猫腻的同名网文的影视作品，男主范闲、张若昀饰演，和公主林婉儿、李沁饰演，因为一只鸡腿而结缘的剧情，相信看过第1季的观众都还记得。庆帝是最终的大 boss， 陈道明还好继续出演了第2季。据说新的一季增加了4位女性角色，分别是北齐公主毛晓彤饰演，桑文、王楚然饰演，抱月楼管家圆梦，王晓晨饰演，皇后俞飞鸿饰演。不知道哪位小花的演技能在这部拥有众多老戏骨中突围而出，大家拭目以待。配角也换了，肖战饰演的严冰云换吴信健，叶灵儿换金晨出演。这部戏就是一部典型的大男主剧，爽文的类型。书接上回，新一季讲述小范大人率领使团回归途中，二皇子以费介、范思哲以及滕家遗孤的安危来威胁范闲，逼他向自己俯首称臣，二人的矛盾就此激发。范闲所面对的抱月楼迷局，以及接踵而至的春闱危机，都是二皇子精心给范闲布下的陷阱。范闲与林婉儿如愿大婚，紧接着范闲接手内库，却发现内库负债累累。范闲拒绝了青鱼堂大掌柜的相助，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内库危机。范闲相约城中众商贾相聚苍山，以售卖库债为基筹集了2000多万银两，解决了内库空虚问题。悬空寺上，庆帝遭遇3连刺杀，范闲出手相救，却导致武功全废，危机四伏，压力陡增。范闲别无选择，他必须以这样的身体下江南，挑战庞大的势力与既定的游戏规则，以求彻底夺回内库。拍到书中哪里，具体要等该剧正式播出后才知道。疫情3年期间可能会受欢迎，大家待在家里，不愁没有市场。但过了几年后才拍出第2季，古装剧的佳作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，不知道该剧能不能像第1部一样，受到观众的热捧，毕竟观众的口味也在不断变化之中。凡人修仙传改编自作者望雨的同名小说，该剧讲述了平凡的乡村少年韩立，加入七玄门，被所谓的师傅莫大夫当了工具人用，让韩立修炼长春功，其实想夺舍他。韩立在郊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小绿瓶，这个的神器叫长天瓶，它是出的绿叶可以快速孕养和培育出一切的植物和灵药，这个逆天的宝物作为金手指存在，使得韩立赢在起跑线上。杀死了莫大夫后，知道有修仙者的存在，成为七玄门的名医，通过帮助七玄门解围，得到偷袭者身上的升仙令，加入黄风谷，迈上他的修仙之路的第1步，参加血色禁地的试炼，期间遇见自己的一生所爱南宫婉，金晨饰演。凭借小心谨慎，步步为营，凭着自己的机智，韩立不断提升自己实力，最终修仙成功，成为纵横3界的宇宙最强者。书中描写男女感情的很少，作者不擅长这类言情风格的文，其实也好，不像其他种马文，男主角3妻4妾，女主和女配多得要命。书中的女配有美女紫菱，最为印象深刻。脑洞大开的作者想出这一篇篇的升级打怪的故事情节，杨洋肯定要花大部分时间对着绿幕，也要脑洞大开，才能演出书中的内容吧。期待新剧的播出。看了小说和动画都觉得情节跌宕起伏，让人欲罢不能，但小说篇幅太长了，人间、灵界、仙界，不同级别还开各种各样的副本，内容虽然丰富，但看多了审美疲劳，觉得套路都差不多的情节。进宗派，接任务，组队进副本，被追杀，修炼，拍卖会，打听到新副本消息，组队进副本，被追杀，修炼，拍卖会。估计杨洋这次演的是第1季吧。
不然拍80集也拍不完小说的所有章节。看了角色们的造型图片，也和书中的角色蛮契合的，60多个角色，该剧的阵容很强大。但书粉说，韩立在书中是一个长相平凡的青年，杨洋长得太帅了，不符合角色的形象。现在都嫌弃其演员太帅，演艺圈那么卷的吗？书粉们太较真了，只允许向下兼容，不允许向上兼容嘛。修仙是属于古代玄幻类的题材，需要特技和特效结合起来制作的作品，希望最后的效果不要太拉胯，被观众吐槽。五更记改编自同名的漫画，之后出了相关的一系列的动画，是以中国古代神话为背景创作的古装玄幻剧。动画版在2016年迎来的第1季，累积了大量的粉丝。新剧开播，能否又迎来一大波的新粉呢？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很燃很热血的成长故事，废材青年变大佬，也是偏向大男主的剧，书迷管这个叫男频类小说。当中涉及人族、神族、民族3大种族，特效要求高烧钱肯定少不了。对这类戏，要求演员们的想象力一定要丰富，不然整天对着绿布和一大堆的道具演戏，啥整啊？整演员吧。该剧讲述王子五更，任嘉伦饰演，拥有神族和人族的双重血脉，然兴国被神族覆灭，父母离世，高高在上的王子沦为奴隶，不屈服于神族的奴役，追求自由生活。之后与市井少女白菜、邢菲饰演，志同道合的同伴们，阿兰、朱旭丹饰演，五更的叔叔子羽、严宽饰演，逆天而行，朱正廷饰演，石行、米热饰演等，带领人族、妖族、海灵族等对抗神族，不断战斗，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最终成为了宇宙最强的战神。该剧除了男女主角外，配角也是亮点，因为漫画里出现很多的人物，有陈乔恩、明道、何润东、徐正熙、刘仙宁等，但看了人物的造型物料，真的太雷人了，辣眼睛。另一看点就是有不少打斗戏，毕竟是打怪升级类的套路，不知大家是否期待这剧的开播。英雄志改编自台湾作家孙晓创作的长篇小说，该剧讲述命运相连的4个人在黑暗时代中交错复杂的感人故事。亡命天涯的捕快秦仲海、孝顺尧饰演，落魄潦倒的书生卢云、程毅饰演，豪迈不羁的将军武定远、王千源饰演，与心机深沉的贵公子杨素官、郑业成饰演。该电视剧版会以卢云为主线，串联起其余3人的故事来展开。卢云被贪官诬陷，错手杀死老狱卒，想逃亡的他，机缘巧合下逃去当工部侍郎顾家的家丁，顾大人赏析他的能力，想收为义子，卢云拒绝了，遇到了顾大人的独女顾倩熙、李一桐饰演，两人在看灯会之后相互暗生情愫。顾家二姨娘拿着追捕公文来指认卢云，卢云要再次跑路，去太湖以卖面为生。后来重遇到当时在狱中劫狱的土匪，土匪觉得连累了卢云，传授他拳法。卢云虽为书生，后来习武天赋异禀，自创内功，成为能文能武的全能的人才。卢云和秦仲海护送银川公主出使西域，本来有功，却得不到应有的嘉奖。再次见到顾倩熙，卢云 emoji 了。秦仲海鼓励卢云上进，最终洗脱罪名，并成为金榜题名的状元郎。后来卢云选择了不远千里去保护柳家一姑，一路逃亡，为了心中的正道，亲手放弃了一切功名利禄和爱情。10年后回来，就爱顾倩熙嫁给了杨素官。按照顾倩熙的想法，杨素官是他认为的英雄，他们俩惺惺相惜。而前朝状元的卢云是心怀天地的圣人，是读书人，为生民立命。卢云不是顾倩熙的卢云，是属于天下苍生的所有人。据说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反正就是过程很虐，结果很美，但愿是这样吧。分析其他3人，杨素官年少得意，万千姑娘的爱慕对象，后面成了权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虽然小人，却又称得上一代枭雄。
秦仲海是硬汉的一名，不想归任何人，有志气。怒苍山反贼之后，帮助卢云洗脱冤屈。武定远是快的大叔，抵抗外敌屡建军功，被他老婆燕婷和杨素官合起伙来算计，还是人家的棋子，他为了给镖局申冤拼死一搏。和剑神卓灵昭的大战，他是被人追杀，被卢云所救。小说《英雄志》评价很高，是一本虚构中国明朝历史的古典小说，也被认为是一部极具金庸文字风格的作品。借用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为背景，以复辟为舞台，武打与剧情双双超出预料，被公认具有清明上河图风貌的武侠小说。期待新剧早日杀青和顺利开播。大凤打更人、水龙吟最后2部都在频道里已经出了单独视频的介绍了，感兴趣的记得去看。不知道最后排播这几部剧会不会被编排成相互打擂台？2024年古装的大男主剧，你期待哪部呢？下期介绍其他类型的古装待播和在拍的剧目，敬请期待。